如果你在新加坡经营企业，只要你今年还没把 AI 支出列入年度财务报表，你正面临两个商业后果。你错失了高达400%的政府税务减免，这是可以直接计算的现金流损失。目前本地消费税上调，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外籍劳工配额收紧，人力成本年年攀升。AI 是目前少有能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错过这笔钱等于把利润让给对手，损失太大了。新加坡最新的国家级 AI 治理框架已经全面生效，忽视它的代价绝对不是交一笔罚款那么简单。你的整个董事会和核心高管团队会直接面临法律合规风险，钱没拿到，还要应对监管审查。很多企业管理者每天在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却忽略了政策杠杆和合规要求。今天我们不讲技术趋势，不聊大模型参数，我们只算一笔财务账。我会带你看懂新加坡政府针对 AI 产业的政策补贴，以及补贴背后的监管细节。看懂这些，你再去决定公司今年的 IT 预算怎么批，这关乎你今年能省下多少所得税，也决定你的企业未来在新加坡的发展。我们先看这波政策的核心逻辑。新加坡政府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追加超过10亿新元，专门用于公共 AI 研究和企业产业扶持。其中有5亿新元直接用来采购高性能 GPU 算力，国家出面用国家资本替本地中小企业解决了高端芯片短缺的问题。你不需要自己去抢芯片，政府在帮你搭建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更需要关注的是新加坡在治理架构上的升级，这次由黄循财总理亲自挂帅，直接成立全国人工智能理事会，这种由国家领导人直接推动的顶层设计，向商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新加坡，AI 不再是一项可选技术，而是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国家基础设施。它直接决定你的企业未来5年能否拿到政府的采购订单，这关乎企业的基本生存。理解了这种国家级的统筹机制，你就会明白接下来的补贴力度为什么这么大，政府对合规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这不仅是技术升级，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竞争力，落到具体企业头上能拿到多少资金支持。我们来算一笔财务账，400%的税收减免，本质上是政府用国家的钱替企业分担商业试错成本。假设你的企业今年在合规的 AI 系统上实际投入1万新元，年底报税时可以按照4万新元顶格扣除。这项政策每年的扣除上限设定在5万新元，足以覆盖初期 AI 转型的核心成本。如果你的企业采购的 AI 项目恰好在预先批准名单内，还可以同步申请最高50%的生产力解决方案津贴。我们推演一下最终成本。假设你看中了一套标价2万新元的系统，前端先通过津贴减少了一半采购价，实际只掏1万。这1万在后端报税时触发400%税务减免，即4万新元的税前扣除额。按17%的企业所得税率，能帮你直接省下6800新元。经过这一前一后的政策结合，2万的系统实际支出的净现金只有3200新元，政府帮你出了将近85%。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很多管理者填报时会忽略合规界定，这400%的减免不适用于随便买几台电脑等普通开销。税务局严格要求投资必须产生明确的创新价值或生产力提升，财务和 IT 部门必须提前沟通，确保采购能卡在可抵扣的类目里并保留实施证据。拿到补贴只是第一步，决定企业发展的还有随之而来的监管要求。商业世界里，高额补贴的背后伴随着严苛的监管要求。新加坡政府的逻辑清晰，政府提供资金让你去创新，但你必须为最终的商业结果和社会影响负责。近期，新加坡正式发布了全球首个针对自主智能体的国家级治理框架。很多企业高管对这个框架不够重视，觉得这只是 IT 部门需要遵守的技术规范。这是一个危险的误判。这个框架打破了过去科技企业常用的技术中立理由，在法律和监管层面上确立了人类最终负责的底线，特别是在电信、金融、能源和医疗这4大关键基础设施行业，监管逻辑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举个现实的例子，如果你的企业引入了一套 AI 自动化决策系统，因为算法存在偏差，训练数据发生泄露，或者系统在特殊情况下失控，引发了商业损失或客户隐私危机。当监管机构介入并启动问责机制时，他们追责的对象不再是写代码的底层工程师，或者是负责采购的 IT 总监，他们会直接穿透公司的组织架构，一路追溯到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身上。这甚至可能导致你们公司的高管责任险直接失效。为什么要采取这么严厉的穿透式问责？
因为现在的自主智能体与过去的传统 AI 有本质不同，它具备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进行复杂决策和执行任务的能力。这种自主性一旦出错，破坏力会成倍放大。新加坡推行的 AI 治理沙盒机制，虽然在前端允许企业先行先试，但在后端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人类干预机制。你必须在业务流程中设置清晰的暂停节点。什么是暂停节点？当 AI 的决策涉及到重大资金调拨、敏感数据处理或者核心业务走向时，系统必须暂停，交由人类高管进行最终的审核与授权。我们看到很多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亚太总部时，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组合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仅要审查 AI 供应商的数据隐私协议，还要花大量精力评估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在治理框架的严格要求下，一个无法解释其决策过程的 AI 系统，就等于是一个违规的系统。你享受了政府400%的税务减免，就必须在公司内部建立起100%合规的风险控制体系。在新加坡做 AI 落地，你可以不懂底层代码怎么写，但如果你不懂合规的边界在哪里，一旦违规，整个管理层面临的代价将是巨大的。看懂了资金扶持的逻辑与监管要求，我们再来拆解具体的商业落地场景。观察新加坡的 AI 市场生态，你会发现这个国家有着清醒且务实的战略定位。作为一个体量有限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清楚自己的边界，它不盲目去和中美等大国拼底层大模型的算力，那是大型科技公司的竞争领域。新加坡在利用自身优势，专注做全球顶尖 AI 技术的高信用测试场和商业化孵化器。我们来看3个本地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发生在要求严苛的金融风控领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联合了本地几大主要银行，上线了一套基于 AI 的反诈骗系统。这套系统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前置侦测各种高频的异常交易模式。核心突破在于它利用了前沿的哈希加密技术和联邦学习架构。这意味着各大银行可以在保证客户底层隐私数据不泄露的前提下，实现跨机构风险数据的实时共享和联合建模。这套系统将整个国家的金融防线从过去各家银行单打独斗、被动拦截，升级为全网联动、主动出击。第二个案例在实体的文旅和安防场景。如果你最近去过圣淘沙度假区，你大概率会看到来自中国的智能机器狗在巡逻，它们能提供多语种的游客导览服务。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在复杂的户外环境，比如高温、高湿甚至暴雨天气中，结合边缘计算进行自动化的安防巡检，这缓解了新加坡长期面临的基层安保和清洁劳动力短缺问题。第三个案例在物流和供应链领域。新加坡的大士港口正在全面引入 AI 驱动的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每一台起重机、每一辆自动驾驶集装箱卡车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并利用强化学习算法进行全局调度优化，港口的吞吐效率和能源利用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从虚拟的金融数据监控，到实体的智慧城市硬件，再到庞大的全球供应链调度，这3个案例揭示了一个商业逻辑：新加坡正在利用其高社会信用度、完善的法治环境以及成熟的数字孪生基建，为全球优秀的 AI 企业提供具有商业价值的落地场景。众多跨国科技巨头纷纷将 AI 卓越中心设立在新加坡，他们看重的正是这种能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标准化、合规化商业解决方案的土壤。对于本地企业来说，你不需要投入巨资从头研发技术，无论是对接政府的智慧国项目，还是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只要你的 AI 解决方案能够向市场证明其稳定性和合规性，新加坡市场就能为你提供高客单价和品牌背书。这就是本地 AI 产业的商业机会。从10亿新元的研发经费，到高达400%的税务减免，再到直接穿透到董事会的严苛问责制度，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国家 AI 战略是一套精准且强硬的政策组合。政府不仅在资金端提供支持，帮你降低试错成本，在人才端也提出了明确规划。目前，新加坡的国家 AI 影响力计划已经全面启动，政府定下的目标是在未来3年内，把10万名普通的职场员工转化为熟练掌握 AI 技术的双语人才。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懂业务逻辑和 AI 提示词工程的跨界人才。这意味着什么？当你的竞争对手拿满了政府的补贴，用低成本完成了系统升级，同时还拥有了一支效率翻倍的 AI 人才团队，你的犹豫不决就等于在宣告退出市场竞争。在这个时代，打败你的往往是掌握了 AI 工具的新型企业。作为企业管理者，你不能只盯着补贴红利看，更要敏锐地看透这场产业变革背后的时间紧迫性。
现在，请你认真思考几个关乎企业生存的问题。你的企业目前处于 AI 转型的哪个阶段？是还在观望，还是已经开始小范围测试？在具体的落地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难以逾越的合规障碍或者技术阻力？是找不到合适的服务商，还是卡在了内部的流程审批上？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探讨寻找最适合你的破局之道。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关于新加坡科技产业前沿的商业趋势分析，想在接下来的 AI 时代里抢占先机，请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产业变革的机会。我们下期视频再见。